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邓为演技暴击，从温润涂山璟到疯魔娄启言，古偶天花板被他演碎了。长相思让邓为以涂山璟的身份走进大众视野时，他那张适合古装剧的斯曼脸和温润如玉的气质，几乎是为古偶赛道量身定制。然而，当云秀行中的正是娄启言带着疯魔般的眼神登场，观众才惊觉，这位曾被贴上古偶标配标签的演员，正在用演技完成一场华丽的蜕变。从温润深情的青丘公子到兼具儒雅与疯批双重人格的复杂角色，邓为跨越的不只是角色类型，更是古偶演员普遍面临的安全区与突破区之间的鸿沟。这种转变背后，藏着演员对自我突破的渴望，也映照着整个古偶行业寻求新生的集体焦虑。角色深浅，涂山璟与娄启言的性格图谱与表演疆域。在长相思的宇宙里，涂山璟被塑造成一个充满恋爱脑特质的角色，他的魅力在于满足了许多观众的恋爱幻想。这个人设与性格为剧情注入了浓厚的浪漫氛围，使得观众可以体验到爱情的甜蜜和温暖。涂山璟的特色与其他角色有所不同，他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恋爱脑的角色，为剧中增添了浪漫和情感戏剧性。邓为演绎的涂山璟，从出现开始就一直乖乖听小六的话，眼里有活儿，做事勤快，人也聪明，很快成为小六的得力助手，还会采花给他，满满的人夫感。在香柳没长嘴，枪玄没长眼的时候，涂山璟就已经悄悄上大分，对女主温柔体贴，对情敌绿茶心机，这种反差感让观众看得十分入迷。大批女观众沦陷在涂山璟的完美男友人设里，不可自拔。知道涂山璟的凄惨身世，更是上头。然而，这种完美人设也暗藏风险。涂山璟被塑造成一个充满恋爱脑特质的角色，作者似乎给涂山璟打造了完美人设，却没有赋予她生动鲜活的性格。她注定就是为女主而活。到了后期，枪玄觉醒，香柳第二身份出现，涂山璟的人设就显得有些苍白扁平。这种角色定位虽然安全，却也可能成为演员成长的舒适区陷阱。当邓为转身进入云秀行的世界，他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表演疆域。查硕寻也较正式，或娄启言从路透开始就话题不断。他演的是一个对女主爱而不得的复杂角色，造型多变，亦正亦邪。光是几张剧照就已经让很多网友直呼带感。这位查家二公子表面上英俊不羁，实际上却心狠手辣且聪慧过人。年仅15岁时，他便掌控了杀人贼组织，这种疯批反派的人设确实很出圈。邓为在云秀行中展现了他独特的疯魔美学，他的角色正是白天是温文尔雅的绅士，夜晚却化身为偏执的娄启言，带着一股让人战栗的气场。在红黑婚服坠楼的戏份中，他那癫狂的眼神与鎏金面具下的邪魅微笑，进一步将疯批美学推向了新高度。从涂山璟到娄启言，邓为完成的不只是角色转换，更是表演维度的拓展。前者要求的是内敛含蓄的收着眼，用温柔坚定的眼神传递深情；后者则需要外放且精准控制的表现力，在儒雅与疯批之间自如切换。这种跨越考验的是演员对复杂人性的理解深度和表演技巧的掌控能力。演技微剧，邓为的细节进化论。真正让观众感受到邓为演技进阶的，是那些藏在细微处的表演变化。从长相思到云秀行，他的表演工具库显然更加丰富，对细节的控制也更为精准。邓为在长相思中露出脸的第一幕戏，可以用惊艳来形容。这个惊艳并不仅仅指颜值，而更多的是他这一段的表演。
这里的17还有一种怯生生小心翼翼的感觉。在被小六救起之前，所有的人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他已经遭遇了无数冷眼和嘲笑。此时他第一次洗干净亮相，不知道回春堂的诸位的反应会是如何，是否会接受他。这里邓卫的眼神非常精妙地传达了这种怯生生中带着一丝紧张的感觉。这种对眼神戏的精准把控，在云秀行中被提升到了新的层次。邓卫的情绪表达和氛围感的传递，胜在准确和松弛。他冷脸时也可以有温柔、呆萌、冷漠、不怒自威等不同的状态，根本不需要用力做什么大表情。很多观众喜欢他的眼神戏，认为他有一双会爱人的眼睛，哭戏绝了。真没见过几个哭戏这么好看的男演员。在云秀行中，邓卫需要演绎双重身份：白天温文尔雅的正室与夜晚偏执疯魔的娄启言。这种设定要求演员在同一张脸上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状态，而眼神成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工具。推测正室的眼神可能温润如水，透着世家公子的金贵与克制，而娄启言的眼神则可能锐利如刀，藏着疯批的偏执与危险的诱惑。微表情的控制同样见证了邓卫的进步。业内人知道邓卫的3不原则：不串戏、不赶长、不复制。在《长相思》的拍摄中，他主动将自己封闭在出租屋中整整3个月，体会涂山璟的生活。这种近乎偏执的沉浸式演绎方式，让他的每场戏都显得极为真实动人。导演曾爆料，他为角色设计微表情，连手指发抖的幅度都要精确到毫米级。在仙台有树的拍摄现场，当邓卫刚结束少年时期苏一水的戏份，走进休息室时，工作人员们惊呆了。随即转变的他，其眼神透出一种历经沧桑的深邃。这位演员巧妙地利用眼神变化，把同一张脸在不同时间中赋予截然不同的光影。前期戏份中，他以清透的形象展现世家公子的金贵，而在角色经历变故后，他不仅让手指的力度变化极具表现力，甚至把这一切情感都传达给观众。台词与声线的处理上，邓卫也展现出更强的适配能力。从涂山璟温润清朗的声线，到娄启言可能需要更具变化如慵懒、阴冷、蛊惑的台词处理方式。这种转变需要演员对声音塑造有更深的理解。邓卫对微表情的精准把控更是让人称道。在拍摄《仙台有树》中，他为角色设计出2套笑容：少年时的无邪与成熟后的克制。连酒窝的变化都被他演绎得细腻无比。破局之思，古偶演员的进阶路径与行业启示。邓卫从涂山璟到娄启言的跨越，折射出的不仅是个人成长，更是整个古偶行业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在类型化与同质化的市场环境中寻求突破。古偶剧作为当下视频平台核心内容版图，对优质演员需求迫切。然而，同样的演员，相似的设定，复制粘贴的海报和服化道，似乎消磨了观众最后的耐心。女性经商题材中，各种卖珠、卖花、染丝、卖药、卖盐、卖墨的故事轮番上演。可以发现，古偶很少出现原创剧本。这种创作环境的同质化，直接导致了演员的戏路受限。古偶剧对演员外形、人设的固定偏好，让许多演员陷入了甜蜜陷阱。重复演绎类似角色虽然安全，却可能消耗演技魔力的机会和观众的新鲜感。邓卫的走红恰逢其时，其作品反响与市场号召力形成良性循环，为后续资源获取奠定基础。但如何持续这种势头，需要更深的思考。邓卫案例给行业带来的第一个启示是角色选择的勇气，主动跳出舒适区，接演反差极大、更具讨论度的复杂角色，是打破类型限制的关键一步。
从温柔撒娇小狐狸秒变腹黑妖孽公子，查硕寻的造型与涂山璟反差巨大。温柔撒娇小狐狸秒变腹黑妖孽公子，一身黑金长袍，异域风配合邪魅狂狷气息直击感官，有种震撼的惊艳。这种大胆的角色选择，让邓卫避免了被单一形象定型。在云秀行中，他饰演的查硕寻虽然缺点明显，却仍能碾压长相思涂山璟，因为这个角色赋予了独特的灵魂。查硕寻的人设特别带感，查家二公子，全商连老大，杀人贼总头目，三教九流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有最多的钱和最快的刀，表面是浪荡公子，游手好闲，实则心狠手辣，聪明睿智，亦正亦邪，让人捉摸不透。第二个启示是演技沉淀的必须，无论角色类型，回归表演基本功，在细节处下功夫，用实力支撑转型。邓卫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主攻古典舞和民族舞。虽然只是个出道不到3年的新人演员，但他的演技却一点都不输给其他演员。不仅演技好，而且颜值也很高，不管是古装或是现代装都能轻松 hold 住。有舞蹈功底的他，身形与仪态太适合古装剧了，一举一动透着贵气。尤其在打戏上，动作行云流水，让人很赏心悦目。在当今流量为王的娱乐时代，邓卫的低产显得格外特殊。在别人拼命工作以获取快速回报时，他却选择认真打磨每一个角色。在拍摄《仙台有术》时，他提前3个月进组，从零开始学习古典仪态，甚至为此暴瘦15斤。第三个启示关乎口碑突围的路径，通过扎实的表演，将观众的注意力从颜值和人设部分转移到演技本身，完成口碑迭代。邓卫大概是被流量误解最深的男演员。看完《长相思》，我觉得邓卫的演技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他对微表情或者是很细节的那种戏把握的恰到好处，就是给人一种1秒就能从他的演技里看到很多东西一样。眼神的处理，即使一句台词没有，也能有很多变化。对于古偶演员的可持续成长，或许需要思考古偶突破加类型拓宽的双轨策略，以古偶剧巩固人气基础，同步尝试悬疑、正剧等不同题材，提升角色类型覆盖度，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邓卫需要制定这样的策略，以古偶剧巩固人气基础，同步尝试悬疑、正剧等不同题材，提升角色类型覆盖度。进阶未完待续。从涂山璟到娄启言，邓卫用2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书写了一段关于演员成长的叙事。这段旅程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个体层面的突破，成为观察古偶行业生态变迁的微观样本。邓卫的逆袭密码或许可以概括为，在古偶配角的突围战中积累经验，通过角色迭代完成演技3级跳，再以争议经济学精准转化黑红流量，最终用开辟的战损美学重塑行业标准。这种路径虽然独特，却为同类演员提供了可参考的成长模板。真正的演员成长，是在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角色中不断挑战自我，挖掘表演的更多可能性。邓卫正用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坚持，诠释着剧抛脸的真正含义。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荧幕上。当观众争论哪个角色更为惊艳时，邓卫已在挑战新角色。他将在新剧中饰演一个毁容的质子，虽需戴上半面具，却充满期待。这次，他希望通过眼神向观众讲述角色的故事，从而进一步挑战自己的演技。云秀行中邓卫的表现，给整个古偶剧市场带来了一次审美刺激。观众用关注度投票，表达了对复杂角色、精彩演技的渴求。这种市场回声，或许会推动更多创作者在角色塑造上投入更多心思。
让古偶剧不再只是流量和颜值的堆砌，而是真正有深度、有张力的艺术呈现。从温润如玉的涂山璟到疯魔癫狂的娄启言，邓为完成的不只是角色的跨越，更是古偶演员突破类型限制的一次勇敢尝试。他的眼睛在演绎不同角色时呈现的光影变化，恰恰映射出演员这个职业最动人的部分，在有限的皮囊里装下无限的可能。你如何看待邓为从涂山璟到娄启言的表演跨越？这种突破对于古偶演员的职业成长有何启示？欢迎分享你对演员转型与行业生态的观察与思考。